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7分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。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。上期视频我说这个位置比较尴尬，不太好，然后如果要是做短线，把止损位放在这个区间，然后做多单。然后我当时是觉得它上来以后可能还要继续往下跌，但是它一直往上走，泡菜指数它也是逐渐往下走，然后目前相对强弱指数达到80，大概80这个位置啊。那如果这个位置是 A、B、C 不规则的调整浪的话，这边就有可能是推动浪，或者是这个调整浪还没结束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它反弹到多少，已经超过 0.618 了啊。这样的话，接下来只能看长期上升通道的上沿这一位置它能不能走到，然后我们把止损位逐级往上抬上来。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多单参与的仓量比较小啊，所以没有什么意思，没有多少这个收益率。没关系啊，只要我们没有赔钱就好。资本市场交易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赔钱。如果持续做到不赔钱，那就可以赚钱啊。但是你每单都想赚暴赚，那是不太现实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如果不看这个泡菜指数，我们看一下布林带。之前我介绍过几次布林带的使用方法，下降趋势线，然后通过以后布林带中线上方踩住下方止损就可以做多。实际上上次这单也是一样啊，这种是大概率，不是一定。还有之前我画的这个趋势线也是同理啊。通常踩住布林带中线然后往上走的时候，它就会继续向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止损位可以放到哪儿？放到大概这个位置啊，移动止损。我们再看一看 A 股啊，A 股非常难受的位置啊。现在这种波动形态上来看的话，还是不看好，所以尽量远离。恒生也是一样的，恒生指数大概率会掉，到这儿是必然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美金、人民币的汇率。
第3次摸高了，这次如果站上去，那就继续向上。大的宏观数据上，外管局的数据上，官方公布的各项数据来看，美债已经超过美金储备了，所以说必然向上。正常年底的时候，美金对人民币的汇率它是下跌的啊。我们看一下23年的年末下跌，22年的年末也是下跌的啊。再往前看，21年的年末也是下跌的啊。20年也是一样的啊，年底基本上都会下跌。所以说不要再寄希望于人民币会上升，美金会下跌，不要想这种愚蠢的问题啊。黄金还是比较高位，但如果持有黄金至少比人民币保值啊。还有白银也是比较好的走势，相对看好白银。再看一下纳斯达克，纳斯达克还是非常稳健的向上啊。如果踩上去走到哪儿不知道啊。趋势一旦形成，它不会轻易改变。像这边改变趋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上窜下跳，这边也是放了量。它有一定的共性的原因是背后都是人，反映的就是人性。所以回到比特币盘面，人们交易过程当中最缺乏的还是耐性，还是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，管理自己执念的能力。稍微不注意，你这个交易原则性的交易、规则性的交易就会转变成什么？赌博。所以大家伙还是把关注点放在哪儿？把关注点放在管理自己，而不是其他地方啊。把自己管理好了，你才能管住你的头寸，管住你的账户。这是今天早晨截的图啊，93176做的多单。大概其之前93176，大概这个位置啊做的多单，目前持有当中。接下来能做的只是等跟移动止损，但我之前也说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我们要么掉下来做多，或者是突破
站上去，上升通道的上轨站上去以后，下方止损做多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好控制止损位，所以把这单做是做，止损在这儿，但是我们的仓量没那么大啊。但如果说做上去，然后下方止损的话，止损距离非常短，包括下边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相对重仓去做多单，空单还是不太建议啊，除非是非常短期的那种空单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好好规划自己的每一单，然后不要执迷于迅速暴富，每一单我都想赚钱这种想法都扔掉啊，沉下来你才能做好交易，才能稳定盈利。这一切都做不到的话，你只能是没完没了的赌博式死循环交易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，下期再见。